终于呢又回到了加利亚，现在已经在祈福新村，回来以后的第一次四骑行。辗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地铁的，从遥远的欧洲回到了广州。原本以为呢，欧洲的天气啊，就是0度左右的天气啊，回到广州呢，应该会变成一个温暖的天气。谁知道回来这几天啊，感觉体感温度啊，跟在欧洲几乎是一样的，就有一些恍惚，觉得说，人好像还是身处于北方，就延续着在加拿大，然后呢，到了欧洲、英国，一直是那种比较阴冷，但是呢，还没有到最冷，还能够忍受的这种天气。但是今天呢，广州的气温稍稍有些回升，现在应该已经10多度了吧。只不过呢，广州的气候就这样啊，到了冬季呢，总有1-2个礼拜比较寒冷。这种寒冷呢，其实也就是最多接近个2-3度啊，基本上不会到0度以下，从来也不会下雪。但是感觉呢就湿冷，可能广州的家里呢基本上啊没有什么特别准备取暖的设备啊，最多也就是开个空调吹吹热风而已。而且这种阴湿的天气呢，即便是在气温回升之后啊，你也得要过个3-5天，它才会真正的把房间里面整个都温暖起来。所以呢，外面一点冷都不愿意出去，其实感觉家里更冷，就这种感觉啊，还是会有一些跟北方那种干燥的冷啊有很大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呢，顺利的回到家里啊，阔别了广州3个多月，而且应该是第一次啊，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啊，有了一些经历，但同时呢也面对着不小的挑战啊。但每一个挑战呢，都变成了一种体验啊，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呢，我就在村里啊，随意的骑车，好久没有回来了，总有一种要巡视一下领地这种感觉啊。可能是在英国看多了庄园，看多了贵族的这种城堡啊，就他们那种领地，真的称之为一种领地啊。孩子们应该都放寒假了，可以自由自在的玩耍了。其实说是回来啊，昨天呢又马不停蹄的陪着我的孩子啊去香港办事，又领略了一下香港的街景，还是感受到了香港人的快节奏啊。不管是在地铁里面，还是在大街上啊，还是在办公楼上下的电梯里面，都感受到香港人的快节奏。但同时呢，也看到大家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就节奏虽然快啊，但大家呢秩序还是相当不错。而且感觉啊，香港的人气啊，好像比我上一次去啊旺了不少。不过呢，
香港的街头啊，传入耳朵的普通话的说话声音呢，是越来越多了。随意的骑着呢，我又来到了半山后面的这个小公园啊。这里呢没有骑行道了，那我干脆就推车上半山吧。刚刚呢，我就从我的右侧半山的这个会所后面的一条小路啊，抄了一条近道，推着车抬了一段啊，现在来到了半山这边。哦，今天风还是有点大呀，吹在身上还是有点冷，但是呢，毕竟已经10度上下了气温了，你说很冷应该也不会，还是比较适合出来骑行的一种天气啊，因为你怎么骑都不会出汗。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英国，看到的更多的就是绿树丛中的房子啊，或者是就处于乡村地带的一大片森林边上的房子。起伏这边呢，虽然是个大屋村，都是新建的房子啊，但是这边呢，应该也是隐隐在绿意丛中啊，身处广东啊，就是有这样的天然的自然的优势啊。
这些树木呢，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常绿的。我看到右侧这些紫荆花还开着，据说这些紫荆花呢，一年当中大概会有7、8个月都是开花的。但是比起北美这些居住的环境这里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多的高楼，这些高耸的住宅楼呢，排山倒海的，有些压抑感但幸好起伏还是可以，因为它在它的这个屋村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小公园大绿地，使得这边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绿植，有一些自然的味道我现在就去到一条小区的小路上，面对的就是湖。有绿树、草地，还有湖虽然都是人工湖，但是也是给村民呢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休闲的地方让大家呢心里头会感到比较平静、比较舒适。仅仅从这意义上讲我还是蛮喜欢祈福新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3个月不见的祈福新村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虽然人在外面但是还是会经常收到物业或者是物业专员的一些提醒，或者发布的一些关于这个屋村的一些事情、一些变化。前方呢，就是有一条登山道，我们以前也来登过山。从这边呢，就可以登到一个小山顶，然后呢，有个门呢，就可以进到大富山公园。而这个登山道边上呢，现在有新建了一个口袋公园但我不是特别明白口袋公园到底指的啥。但不管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片活动区，让很多人在这边呢能够休闲活动一下的地方。眼前呢就是大富山森林公园登山的一条道现在这边打球的地方，前面这块平整的土地增加了一些休闲设施的地方呢，就是祈福新村口袋公园。
这个就是口袋公园了，犬翼服务示范区 Clifford Pocket Park 祈福新村口袋公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休闲区域吧。口袋公园我觉得就是敞开的一片绿地啊，大概就这意思。边上呢就是大夫山的余脉，上了这个山呢就进到大夫山公园里面了，还不错，贴心的做了一个乒乓球桌，用一些网呢把它网起来，这样球就不会飞出去。觉得这种措施还是挺不错的，这老百姓不就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些设施来休养生息嘛？这边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小设施、小玩具。不管怎么说呢，雾村它也收了不菲的物业费了，但是它确确实实也在不断的为村民们办事，不仅呢修建更多的住房，同时也会做一些这种公共区域的修整、绿化，增添一些大家休闲或者健身的设备等等，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大屋村呢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我认为还是比较宜居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对于不同的年龄层、不同工作需要的人来讲啊，那有些人住在郊外，到市区去上班、打工啊，确实也不是特别方便啊。那这个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的能耐不够，你就要跟生活做更多的妥协。我相信谁都是如此啊。好，现在呢，我从这个半山这条汽车道上骑下去。村内呢也在进行一些公共设施这样的一些建设，像这边呢就要建一个垃圾的转运站啊。虽然谁也不愿意住在垃圾站边上，但是呢，恰恰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必须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右侧呢就是消防站，边上呢就是算是街道办吧，现在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但它毕竟来讲是一个为村民办一些行政上的事务的地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骑我的小车了，跟大车还是有些不太一样了。
一个呢，车的轴距比较短，车把呢也比较短，所以骑过了大车以后呢，这个小车还是感觉稍微差一点啊。但我前段时间在伦敦呢，城中心见过很多人就骑着我这样的这种小步行的单车。那伦敦或者说英国呢，就是小步单车的发源地啊。而且我发现伦敦呢这个地基本都是平的，而伦敦之外的那些居住区呢都在丘陵上，坡很大，不太适合骑行。这边呢有一阵子没来了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设施，应该跟公交站点有关系啊。同时呢也划出了一些停车位，基本上这边还是以停车为主的一个地方。3个月不见啊，这边真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哦，骑到了怡湖湾的后面啊。现在呢，我又来到了祈福湖的边上。我看见左侧竖了很多亭子，相信呢这边要办花市或者是卖一些各种东西吧。果然呢，这边就要祈福湖迎春花市。大家呢都知道的原因啊，从去年开始呢，整个经济出现了一些滑坡，所以国家呢也在想尽办法要救经济，但是呢，大的方面还是有些困难。
所以民间呢也只能产生进行自救，所以就有了地毯经济这么一个词汇。那现在呢，基本上啊，所到各处，只要有空地啊，都会摆起摊来。虽然呢，这也是不得已为之的一个办法。但是呢，也增加了一些个体经济的活力，也让一些国民啊，从很嗨的那种自嗨的状态呢，稍稍冷静一些啊。这真的国家还没有那么的富强，老百姓的生活呢还有待提高啊。现在这个时候呢，根本就不是自满的时候，更多的呢是需要自强，需要包容。需要放下各种争执，更不能搞阶级斗争啊！把矛头指向先富起来的人，给他们安上各种罪名啊，进行斗争，这个应该是大错啊！这边的洗车厂还在，自助洗车为主了。现在都在通货膨胀面前啊，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除了捂紧自己的钱包，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开支啊，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这种自助的服务啊，就应运而生，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现在呢，我又来到了19街这条横贯起福村的大道。我的右侧呢就是棕榈园啊，还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感觉。